干嘛呢？你们俩分开点。没事，太爷，咱去不了医院，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啊。我是谁呀？我可是孟万福，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。放心吧，太爷。肯定弄好。没事，太爷。孟万福，把他带走，过堂。我过什么堂？我不过堂。抬出去！你不过堂！快走！爹，少废话！爹。爹，爹，不能过去。大哥，这是我爹，麻烦你让一下。爹，我遇见了。爹，不是过去！求你了，我过一下。爹，我不过堂，我不过堂。过堂就是死，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哑巴正在埋坑呢。我不过堂，闭嘴！我不过堂，我就不过堂。我。爹，被他们带走了，被他们带走了。云奎，我找了廖大哥，是他替我们安排的。送爹去医院了，你别担心。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好，我给你带了衣服，我们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云慧兄，都是误会。喝茶，来喝茶。云奎啊，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，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，也吞过钉子，这叫什么呀？不打不相识，是不是，林主任？对，没错，不打不相识。我知道云奎一开始就抱有一个决心，要为党国牺牲，像我一样。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。我啊，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，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，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，专门代表我。张太太，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？大校大学。那宋清泉先生，您和他熟吗？宋先生是国文系的，我听过他的《群经文学概要》。宋先生啊，跟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。来，别客气，喝茶，吃点点心。张先生，您不用担心，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。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铜锅运过来，再从上海把京津大双发出去，就这些生意。您啊，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，平常呢，就看看账本，在单子上输赢字，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。所以呢？我爹
监狱里伤了身体，在他平安之前，这事我不能答应。这点你放心啊，令尊在医院一心安好。这样，一会儿呢，我派人送你们过去，看看老人家啊。告辞。哎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一定会加入的。那这样，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，也在吉斯菲尔路，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。告辞。哎，他是个将军，哼，我怎么看啊，都像一个厨子。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两口子在一块儿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不重要。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，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。发财嘛，能赚钱就用，赚不了钱就丢。而现在重要的是，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，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大夫，我爹他怎么样了？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，更严重的是，还有中风史，情况特别危急。幸亏啊，今天送到医院来了。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，病人已经有了反应，说明正在好转之中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大夫。别急着谢，这个药物是舶来品，贵不说，我们医院也就只有2、3天的量。接下来啊，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。一个疗程，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。行，明白了，大夫。我先出去了。谢谢。谢谢大夫。啊，不用谢。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，我不能干。这太爷要醒了，知道真相，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。我明白的，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，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。而且，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，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，只要重庆不点头，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。我明白，这个廖丰年救太爷是真心的。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，也真是这么想的呀。李梅，廖大哥，哎，世伯怎么样？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。世伯，我是丰年。应该月明。应可月明，月明，月明。介意不说话？重庆回电报了。这么快？怎么说呀？只发了4个字。留深，报国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。廖先生，虽然
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，但是我还得谢谢你。可是，丑话我得说在前头。说，帮林长庚干事儿就是帮汉奸干事儿，这事儿我不干。太爷一旦醒了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走。什么意思？啊，用完我了，甩人是吧？过河拆桥？哼！什么情况？你们队长呢？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，你要见他吗？啊，不用，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。放心，很安全。行，没事下去吧。看见了吗？现在别说是世伯，就是你，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。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，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？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，他要知道真相，他宁愿死在监狱。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。世伯现在什么样了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是，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，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，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，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。当然啊，你呢，要是执意不做，我也不会强求你。开公司的事儿，我另寻他人。廖先生，你等一下，这事儿我干。哎，弟妹，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？万福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，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。云奎为国捐躯，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，也不能用我的名字。我堂堂孔孟后人，我得给我爹妈留脸。你一介草民，就你那名儿，而且我跟你说了，咱们就是个挡箭牌，逢场作戏，对吧？你用你的真名，别人喊你，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？廖大哥，你也说了，不过是挡箭牌而已，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？何必要用张云奎？何必要用孟万福？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？你要说的顺口，那你叫何必是好了。弟妹，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。兄弟，你叫何必是？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去跟重庆汇报。万福，我对不住你。上一次你顶云奎的名，是为了让你活。这一次，我想让太爷活。但是这名，你顶的是个污名。哎呀，夫人，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懂我的意思吧？懂。哎，你文化真好。你看这事儿啊，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，也没有用我的名字，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是的名字。你想，这所有的污名，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。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。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，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，展翅高飞，战战兢天不可欺，深藏功与名，然否？日然，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。
也教得好。我看看爹。情况就是这样，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。玉娇，你不用太自责。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，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。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一找到机会，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。不用太着急，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的那么严，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，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。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，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，在租界、日展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。你的意思是，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啊？我也是刚刚想到，我向组织汇报一下，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注意安全。月明，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。年初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，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，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。周恩来在《新华日报》上气血疾说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夜，同是操戈，相煎何急。”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，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。聂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，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，重生为抗战脊梁。赵班长，谢司令员，谢司令员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你看谁来了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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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奎兄哦，玉峰兄，我如约的来了。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，等得我是望眼欲穿呢。云奎兄，兄弟们都安排好了？安排好了。好，云奎兄，里边请。好，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？当然顺利了。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，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，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。云奎兄，请坐。好。哎呀，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，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，可就是呢，拦不住我们。玉峰兄，哎，皖南事变我想不通，你说这小鬼子呀，现在是横行霸道，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，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，却要打内战，相煎何急呀？四1-2是这样，长征也是这样。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，只会让我们更强大。我相信，你们经历的这些，只会让你们更团结、更强大。报告，司令员，会议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云贵兄，实在是抱歉啊，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，等我开完了会，咱们再详谈。不用麻烦，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。行，那就千万别客气，就当是自己的。好，叶盛是，别客气啊。嗯。廖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。是哪边啊？右边。哦。有没有吃的呀？啊，机器好，给点吃的。有没有吃的呀？有没有吃的？你别说，这弄的还挺热闹。是，这挺方便的，什么都有。在前面左拐。做点吃的吧。有吃的吗？
给点吃的吧。有没有吃的呀？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给我。这上门，这是我的，那这是我，那有毛病啊！那拉屎别塞，那查毛病。淑媛。快点！来了，再加上你绕圈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使劲！哎呀，多绕两下子！哎呦，好！哎呦，谢谢！哎呀，张大哥，谢谢！都骑上马了。跟领导请示过了，练练马。刚来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。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民运训练班，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，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，大家每天一起上课，一起生活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3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，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。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，戴上军帽，嘿，我好高兴啊！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，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。后来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。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，韩同志，嘿嘿，张大哥，我现在可是韩同志。好，韩同志，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？我们是5、6个人，有男有女，组成一个工作小组。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，背包都没放下呢，就被一群人围上来。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。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，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，真抗日，不扰民。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，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。
晚上我们就出房钱、饭钱，住在农户家里。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、抬水、抱孩子、抹桌子。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。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。韩同志，忙呢。你来了。哎，来了。韩同志，韩同志，张大哥坐。哎。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、问寒问暖，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？院子里有鸡吗？养猪吗？你想啊，养鸡就能生蛋，妇女就有了针线钱，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。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，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。就像今年闹春荒，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，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，提出减租减息。在日本人来之前，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、锅、碗、箩筐、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，只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。等日本人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，连口吃的都没有。藏好东西之后，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。但是，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。火烧鬼？嗯。只要鬼子来了，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。鬼子走了，他们再重新盖房，就是不给鬼子留。张大哥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，就是有这股劲儿，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。这刚几个月，你脱胎换骨了，长大了，马也骑了，也背了枪。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，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，所以今天才配的枪。会拆枪吗？我用过38大盖，这个还不会拆。我教你。好啊。这样，第一步，按这个，看，下来了，然后顶住这个，往前推，往下，它就下来了。哦。先把这3个装起来，来吧。好。先这样。对齐了，小心。怎么样？不比你慢吧？啊？这从哪来的呀？枪里边的。好，我再来。哼，先拆弹夹，然后金太太回来了，慢点儿，爹。啊，刚把我爹接回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这是江先生、江太太，我们的邻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是何先生吗？来了，我来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何先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几天你不在，吃礼物儿去。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。您的床就在这个屋。啊。坐着歇会儿啊。你可做得蛮好，哎，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，搬了搬大家具。亲不如近邻嘛，哎，以后有事儿会，谢谢Everything
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,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,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.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, hilarious.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,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, inferior.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th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还有太爷，看着他，别让他往外跑，别让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，都是我。明白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. 你的任命下来了。真的？嗯。去哪儿？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，也了解你的过往，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，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，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。回海文去？对，云贵兄，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，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，伪化地方的散兵游勇，强化伪组织。 统一伪军，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海文那边，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伪，被任命为旅长，就剩下葛占成，还有范县长，在苦苦的支撑。我这么说吧，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。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，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，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，以防 局势进一步恶化，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。我没理解错的话，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。没错，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。云贵兄，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，沿江靠海。 码头众多，人口稠密，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控制住了海文，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，运输、购买军用物资，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，与顽军、地方武装打交道，搜集日伪情报，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。玉峰兄，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请讲。让我回海文去，是考验我。 准确的说，我觉得应该是信任。云辉兄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，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。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，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。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。 信任程度可见一斑。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而且我相信，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。当然，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，等你们回去以后，我会加派人手，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。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，但是实际上，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。明白，坚决执行命令。司令员，吃饭了。哦，云贵兄，边吃边聊。好，来。这事儿做。给。哎呀，没什么好菜，将就点吃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大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哎，吃，天天吃的是苦菜啊，竹笋，因为那个时候封锁，老百姓上不去，
什么盐呐、米呀，根本就没有，找着点烟蒿子就算不错了。没办法，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，苦难嘛，就这样。今天有苦难，明天有苦难，天天有苦难。不过好在，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。吃完以后，带你去河边转。好啊。月明啊，你1年多没见爷爷，想不想爷爷啊？想啊，你都长高了，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？瘦了。爹，哎，当心烫啊！好，来，来给爷爷浇一浇。不喝，我不喝。阿福啊，吃点东西。哎，鸡蛋茶呀，这个我想了1年多了。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，18个褶，就是这馅儿没你挑的好吃。初中大雅含义有余，好吃。哎呦，怎么？糖忘了放了。我都没喝出来。加点糖啊，爹。哎，还是要趁热吃啊，凉了心。哎，来，月明给爷爷再搅一搅，放糖了。求。还有吗？有。这1年多，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。家里的这些吃的呀，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但是肯定不缺。习惯了，我怕他也饿着。够吗？不太够。我跟你去煮碗面。哎，我不吃了，刚出来，我怕把胃给撑大了。我睡哪儿？还得委屈你，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。行，我应。哎，你别动了，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，我来吧。你搭把手，把桌子一站。哎，我知道。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。行，来，月明，
抱抱。哎呀，月明，爹不吃了。我跟你说，月明，那咱们也歇了。好，我看见你画的画。您稍等一下啊，我把这铺好了，给您拿毛巾擦擦脸。哦，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。坐。你看啊，我一直留着呢。你看，月明，坐好了。你看，上面还写着呢。月明的家，玉胶带笔。那你跟我说说，那这个是谁呀？你画的？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？你没有这么多胡子。我当然没有了。那这个是谁呀？月明。月明，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？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，没有一个眼睛？只有一个眼睛，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？妈妈。妈妈为什么有3只眼睛？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1只给妈妈呀？对。好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？是爸爸。你说这是谁？爸爸。玉峰兄，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！嗨，谢谢啊，回头请你吃炸酱面。为什么吃炸酱面？因为我跟傅帆啊，我们俩人没办仪式，就把铺盖卷往一块堆一放，这事就算成了。但是那天伙房的不干了，跟我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，喜糖没吃上，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。我说行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。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，还真是名不虚传哈！结婚吃炸酱面。其实我结过婚的，我的前夫叫江震。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。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。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3个月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后来我遇到了老谢，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，拉着我去瞧瞧。他骑在马上，那军装啊显灰白，风机扣扣得严严的，腰上还别了个枪。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，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。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，高大威武，气质又温和儒雅。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样啊？刚开始的时候吧，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。怎么讲？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，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背叛江震，我接受不了我自己。其实我也挺自私的，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，也不敢失去他的爱。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，也是在折磨他。他告诉我，他也有过一段婚姻，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，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的上一段婚姻啊，是在红14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，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，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。他是机要交通员，有任务在身，就留在了苏区，跟着陈军长打游击。到了延安后，
我才知道，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，被敌人杀害了。哎呦，当时给我难受的，好几年没走出来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我甚至都跟自己说，我说算了吧，这辈子就这样吧，挺好。玉峰兄，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。我觉得他光明磊落，我挺佩服他的。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，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，可以深刻。吴凡姐，我好佩服你，你真勇敢。你也可以呀、来，给我搭把手。战火和流亡间，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心愿。可以啊，咱得对得起这种心愿。哎，云哥，先拿这个水草刷刷，别把水弄脏了。好。但是我以为啊，要活，咱就得好好活。云贵兄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：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恨，对鬼子的恨。我完全同意啊。但是我以为，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。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就算处在最绝望、最沮丧的时候，支撑我们的，依然还有希望。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。于峰兄，你真的是一个诗人，浪漫的诗人。别闹了，就我还诗人，我哪配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，他有一首《梅岭三章》，你读过吗？我觉得他这首诗啊，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：我们究竟为何而战？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，百战多。此去全台招旧部，旌旗10万，斩阎罗。南国烽烟正10年，此头须向国门去。后死诸君多努力，捷报飞来当值钱。投身革命即为家，血雨腥风应有涯。取义成人今日事，人间变种自由花。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。哦，看看合不合适？来试试。是。来，看看，这下能看清了吧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？这不清楚吗？那你看这个大字呢？您看看，这是什么字？这是申吗？不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哪儿配的呀？这个不应该呀，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。我去换一个。
去换一下。哎，万福啊，哎，我教了你千字文，认了那么多字，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。行，我给你念。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，神速突破敌阵，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，总伤亡超过10万。啊，全线溃退，伤亡超过10万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仗？坐下，坐下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啊！别动气！哎呀，仗败，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？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！天，就别生气，都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先别生气。这接着读，赶紧的，给我接着读。我接着读，快读啊！我读。你读啊！太爷，您看看，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，您看这儿写的，他能说咱一句好吗？日期也不对呀，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？一定是月明。旧报纸啊！他最喜欢翻报纸，我找找今天的报纸。上个月的报纸啊，这儿写着呢。太爷，您看，这才是新的，这个昨天的报纸。啊，赶紧给我读。我给你念《新战报》啊，我给你念《新战报》。长沙会战告捷。长沙会战告捷。啊，长沙，念。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，日军一触即溃。我守军兵分两路，包围日军，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？汨罗江。对，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。来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您就让万福，我给你念就行了。看看我看看。哎，玉娇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怎么看不清啊？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太爷，您看啊。日军逃往汨罗江，北，北，汨罗江北，真的太棒了！这正是啊，成绩勇兮又以武，中光强兮不可凌。好。哎呀，太爷，您吓我一跳。您一开始拽玩，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。爹，饿不饿？饿，我想喝粥。我给您做。好，我帮忙念。汨罗江北。汨罗江北，好啊！张嘴就是长沙呀！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，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，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，万一还真的打赢了，不是，那以后怎么办呀？今天把这口子开了。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，是吗？但是，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。你没看太爷，一听到战胜的消息，什么血栓都通了。
也是感伤，爹的眼睛不好，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，现在什么药好使，我们就吃什么药。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，我呢，我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？我问过了，是，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，但是其实，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。谢司令员呢，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，去充实队伍、组织啊、宣传啊，还有民运，都缺人手的，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有个条件。你求我去，你还给我开条件？对。如果你对我有意见，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别留下一封信，不辞而别。我还没说要去呢。你可以再考虑一下，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。最近大扫荡风声紧，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，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。当然，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。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，如果批准了，我就带着调例去找你。我等你。闪！玉娇，万福在的，那个江户商贸公司，你去了吗？还没去呢。哦，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土的特务，两方你杀我一个人，我再杀你一个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，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，他们的顶头上司，就那些大特务，居然坐在一起，喝着洋酒，抽着雪茄，相谈甚欢间，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图区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。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？盐、粮食、布匹、桐油、猪鬃，直到药品、五羊，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精密物资啊？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荒谬至极。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，心里可苦闷。但是，他现在的位置，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，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个我也懂，我也在想，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，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。缇娜姐，罐头，谢谢。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？我就在想，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，肯定会更加方便，而且更加安全。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？没有。我不愿意骗他的，可是我又担心，万一他不答应，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？这事还真不能着急。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，还有思想动态。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、最自然的时机，一点点的争取。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，
在他的世界里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，每天都在收复失地。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，看不了报纸，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。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。那天，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，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又哭了。太爷想要的胜利，总有一天会到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月明，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，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，转运紧要物资，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而此时，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，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魁爸爸。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，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，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，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。我说，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？有收获，那就好。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？对外呢，不打新四军的旗号，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，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。为什么这样呢？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虽然陆路给封了，但是水路呢，我们还行得通。哎，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。是啊，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。这做好伪装就是了，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？接下来，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。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，再乱收税。我们做好伪装，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。关键就怕鬼子呀常来捣乱，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。是不是？打，不光打，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，互相同气儿啊。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、保长，他们都是表面呢敷衍我们，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，跟鬼子告密。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，都被抓走活埋了，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。游击队只能撤出，整个村子都萎化的厉害。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。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，又很狡猾，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。还是得区别对待嘛。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，让短枪队严惩，杀一儆百。有些人呢，我相信啊。他们是有良心的，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，所以啊，在日军扫荡之后，他们肯定会退出去。对于这些两面人，我们要做好保护，给他们壮胆儿，啊，同时呢，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，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，可以事半功倍。这帮人一喝多了，换帖子拜把子，满脑子都是关云长。你管他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？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，要到心底里边的抗日的，我们都可以做兄弟。啊，有道理。明白。刚出锅的馅儿饼，热乎馅儿饼，来馅儿饼，哎，好嘞，哎，2个饼，馅儿饼，肉馅儿饼，客官买馅儿饼吗？来一个。好嘞。您这馅儿饼，慢走啊！馅儿饼，肉馅儿饼。恭喜贺喜啊，这位先生！我送你3句话，分文不取。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？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！哼，还真是妙啊！兜兜转转，咱俩又碰上了。行，你上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，那我会尽全力的。在这儿见到你，
跟做梦一样。我才跟做梦一样呢。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，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，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。这是第5战区要的一船货，尽快送到吴淞口。喏，帕斯跟货款，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。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，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，对不起。小的，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，我们这2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。这么多年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跟鬼子干，干到底，好好活着。你长大了，你也是。8月16日，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，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，相机收复岳阳。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。好，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，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，双方退回原阵地。哎，接着念啊！啊，马上，您先喝口水啊。念啊！我再念。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，被我第30……不对，你这刚才念过了啊？是吗？我念过了。哎呦，太爷，我眼睛花了，我休息一下啊！我休息一下。给你添点水，点。对。太爷，我接着念了啊。武汉3镇光复。啊？武汉3镇光复了？对呀，上面写着呢，武汉光复了。我接着念啊。前线战士势如破竹，从正阳门攻入武昌，展开激烈接战。日军残部穷无所措，东逃西窜。我看看，哎，您看看。武汉光哪儿呢？这儿呢。武汉3镇今日光复。汉福，哎，菜备好了。哦，行，太爷，我做饭去了。去吧。武汉3镇光复了，中国必胜！中国必胜！这么魂不守舍的，纸条还少拿1张。武汉3镇光复了，中国必胜！我最近心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在想，这林长庚跟廖丰年，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，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。再这么下去，早晚出事儿。我想的是，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？万福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，可不可以给我几张？有这玩意儿干嘛？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？有了帕斯，我们能多挣一点。等我们要走的时候，
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？行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微醺给我吧，我做饭呢。啊，你去陪陪太爷，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，免得穿帮。来了，夫人，随便逛啊。您稍等。来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好的，谢谢。玉娇，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您先上里边，我带您看一下。里面请。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。您先看看这个香粉。我正要跟你说，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，就遭到了皖军的来劫，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。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，于老板受了重伤。那这批货怎么办呀？要找谁来押运啊？只能从上海找船，直接运到苏南。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现在组织上考虑，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，来负责这条运输线？我把你叫出来，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，我想跟你说两个事。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，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。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，让他认我。我也要去吗？颜慧茹点名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我在猜，
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？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？我知道了。那第二件事呢？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、忙里忙外的，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。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？怎么了？那我就直接问你了，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呢？你是在帮他们做事呢？我早就猜到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？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儿，我们没有隔着心啊。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，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儿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在你们心里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，是吧？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，还是那个皮不皮、毛不毛的毛。我们还是不平衡。可是你在变，我也在变；你在成长，我也在成长。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，我也想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伤心。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，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我算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是。安福，我在成长，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。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它有多危险。他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。我没有与你离心，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，曾大姐说，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。你现在要听吗？听。撤！夫妇，他怎么样？子弹打中了肩部，13八大盖，打了个贯穿。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，刚做完手术，失血过多，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，目前高烧不退，再这么烧下去，危险很大。醒了？小月，你找什么，小月？啊，找什么？枪。枪。放心了，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。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。我不知道打没打到敌人，我好没用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。别瞎说，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，安心养着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不见到了吗？你说，
军装是你的棺材，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，不会害怕，不会放弃。我现在也穿着军装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你好好养伤啊！等伤养好了，我在海文等你。后面的路，咱们两个一起走，我陪着你啊！怎么样？豌豆总算降下来了。没事了，小叶，没事了啊。我也是铁齿铜牙，把温度计给我，我嘎吱嘎吱吃了它。好，刚才那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。二位给做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人，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。但是小月，你得答应我，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你送回海文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有云奎兄，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。小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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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他只是太虚弱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小王，谢谢。我记得有句诗，你念过的，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。